今天是灾变后的第30天，手里的午餐肉还是那个熟悉的味道，但对我来说，这只是又一个普通的周二。一切都要从那个凌晨说起。凌晨5点45分，气温6度，在我妈留给我的6楼老破小阳台上，本来只是想拍一段城市日出的延时素材，风吹得衣角猎猎作响。我习惯性的转动那600定焦的对焦环，顶级镜头的阻尼感还是那么顺畅。取景器里的画面缓缓划过这座城市，沉睡的街道，划过熄灯的写字楼，最终鬼使神差的停在了3公里外的是第一人民医院急诊大楼。我本能的觉得那里不对劲，因为光影晃动的太厉害了。我屏住呼吸，在取景器里放到了最大。就在对焦清晰的那一秒，我的心脏漏跳了一拍。但当我再次贴近目镜，那是高清的、残酷的屠杀现场，这绝对不是医闹。紧接着，一团暗红色的液体呈喷射状溅满了整扇落地窗，哪怕隔着3公里，我也能感受到那种极度的惊恐。我抓起相机冲进书房，读卡器插入，把刚刚拍到的照片导入，放大400%。噪点虽然有点多，但我看清了那个撕咬者的脸，面部肌肉扭曲到了极致。我手抖得厉害，在键盘上飞快地敲击，是医院急诊咬人。搜索页面跳出来的瞬间，有几个带着视频的词条。发布时间显示3分钟前，结果出来的下一秒，404无法访问。我不信邪，刷新再刷新，刚刚所有的相关热搜在几秒钟内全部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某明星出轨的娱乐新闻。我靠在电竞椅上，冷汗顺着后背湿透了衣服。作为一名混迹互联网多年的博主，不太清楚这意味着什么。如果只是普通暴力事件，警察会发通报；如果只是医闹，视频早就传遍了朋友圈。这种级别的全网封锁，只能说明一件事：失控了。官方在压热度，大的真的要来了。如果真的像电影里那样，我剩下的时间不多了，而我现在只有不到10万块的存款，连个像样的墓地都买不起，更别说打造一个能抵御丧尸的堡垒。而我除了这老妈留下的老破小，哪儿也去不了。那一刻，我做出了这辈子最疯狂的决定，我要卖掉我的宝贝们。我联系了做上门回收的，全是现货，1个小时内上门。那是远低于市场价的割肉，但我不在乎了。我的手停在了最后一张显卡上，那是崭新的5090。我犹豫了半秒，还是放下了。毕竟，哪怕是末日来了，我也得打游戏啊，来这还不够。我拿出了手机，打开了所有的借贷软件，没有任何犹豫，申请提现全部拉满，确认借款，确认，手机震动个不停，最后定格在了39万4千块。我看着这个数字，嘴角甚至扯出了一丝冷笑。虽然不多，但我的生存概率正在飙升。恐惧没有任何意义，生存本质上只是一道数学题。基础代谢2500大卡，碳水500公斤真空米砖，水源1800升，还有蛋白质。在末世这东西里，就是比黄金更硬的货币。这些只是一部分，银行卡里的30万，把它们全部花光才叫活着。我拨通了隔壁城建材厂老李的电话，我不要预定，我要那扇最贵的 Class A 金库门，现货10毫米实心钢板防钻锰钢，外贴胡桃木伪装膜，我加价50%，只要明天早上8点把它装在我家门口。还有钢筋栅栏门装在5到6层的楼道。看着余额瞬间少了5万2，我竟然觉得无比踏实。挂断电话的时候，太阳正好升起来，金色的阳光刺破了云层，洒在这座城市里。楼下的街道开始苏醒，环卫工人在扫地，早点摊冒着热气，那些赶着去上班的人步履匆匆，一切看起来和平时没有任何区别，甚至还有点岁月静好的错觉。但我知道，这份宁静已经是回光返照了。就在这时候，第一声警笛响了，声音凄厉的让人头皮发麻。不是1辆，而是3辆救护车，像疯了一样直接逆行冲过了楼下的十字路口，连红灯都视而不见，差点撞翻了一个送外卖的小哥。红蓝色的爆闪灯在那一瞬间划过我的脸，我面无表情地看着这一幕。这是末日吹响的第一声号角。在这个清晨，所有人都以为那是希望，只有我知道那是开往地狱的单程票。生存倒计时正式开始。早高峰的城市主干道，车流汇聚成一条望不到头的钢铁长龙，他们还在按部就班的缓慢流动，看起来秩序井然。就在这种死气沉沉的堵车里，一阵撕心裂肺的警笛声由远及近，瞬间盖过了引擎的噪音。3辆救护车闪着刺眼的爆闪灯，在拥挤的车流缝隙里强行挤了过去。路边的行人被吓了一跳，纷纷抬起头，但也仅仅是抬了一下头。这种对危机的集体彷徨，有时候比病毒更可怕。手机弹出了未见我通报，彻底浇灭了我的侥幸。翻译过来就是天要塌了，因为一旦恐慌蔓延，物流会在几小时内瘫痪。我必须赶在所有人反应过来之前，把手里的废纸变成热量。购物车里，新鲜牛腱子肉20公斤，猪五花20公斤，这是为了在停电前哪怕多吃一口咸鱼。紧接着50盒黑搅碎，30包风干牛肉，各种杂七杂八的零食。我根本不看价格，因为在热量面前，价格只是数字。看着余额像瀑布一样涌现，我竟然觉得无比痛快。外卖虽然还能点，但开始慢，没人接单。过了很久，骑手打来电话，耳机里传来骑手剧烈的咳嗽声。他说小区封了，这单太重了，巴拉巴拉的，其他的我也没听清。也侧面印证疫情已经扩散到物流端，我还是给骑手加了300小费。
趁着间隙，我眼睁睁看着那条咬人的热搜瞬间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无关痛痒的娱乐新闻。这种粉饰太平让我背脊发凉。官方还在压热度，但这也就意味着留给我囤货的时间已经从1小时计变成了1分钟计。9点15分，粮油批发市场已经乱成了一锅粥，生意异常火爆，大家都在讨论流感和医院打架，很多人在抢便宜的3米。我没时间去记，我给老板看了我要的物资，他竟然觉得我是来捣乱的，还说没人没车给我送，都在忙。我直接把2万块现金重重地拍在桌上。在这个混乱的早晨，现金还是比拳头好使。老板看到钱眼睛都直了。我伸出2根手指，指了指仓库深处2吨米。一个成年人每天消耗250克生米，能提供930大卡的热量，也是活命的底线。以此为基准，2吨米，即使算上20%的霉变损耗，也足够我一个人吃上至少15年。2000年小破炉，平均每平米安全载重160公斤，只要合理摆放，10吨物资都绰绰有余。况且隔壁602也早已被我租下来，还有200箱丝拌午餐肉和其他各类蔬菜罐头，4800罐。虽然涨价到了25一罐，但只要不开封，这种罐头保质期非常长。我拿着提前准备好的不干胶贴纸，飞快地贴在每个箱子上。重型灯架配重，精密摄影器材，尽可能的伪装，总好过什么都不做。在这个末世前夕，这些谎言将比防弹衣还要管用。还有那一座山一样的矿泉水，一共3600升。做饭、擦洗，甚至处理伤口，每天5升水，才是让人像人一样活着的舒适狗窝线。这3600升，省着用够我一个人用好几年。部分物资只付了30%的定金，剩下的听天由命吧。下一站，综合批发市场，这里的物价已经在起飞了。我只会叉车，直接铲起2个500升的卧室大冰柜，里面已经塞满了300公斤的冷冻肉。虽然我也买了发电机，但它的声音实在太大了，不到万不得已不启用，所以这些肉必须尽量在断电前吃完。它们将是我前期唯一的快乐来源。接着是硬通货和口粮，高度白酒、华子，还有个50公斤的白糖和盐，还有那50箱可乐，那是我的快乐水，同时也是最后的糖分储备。紧接着是400公斤的烹饪土猫砂，一旦断水，厕所就是最大的细菌培养皿。一个成年人每天排泄200多克固态物，用烹饪土猫砂包裹好，干燥能极大抑制细菌滋生。还有那100贴纸，相信我，等那个时刻真正来临的时候，这些擦屁股的纸会比钱珍贵1万倍。最后是20箱夜用卫生巾和几十箱实测纸，这是紧急时刻最好的战地止血敷料和吸汗鞋垫。接着我又马不停蹄地赶到了安防建材市场，那里冷清的吓人，但这正合我意。5大桶高温里极致黄油，这种工业油脂极其粘稠且耐高温，配合10卷 BTO22型号的刀片刺网，把它们缠绕在5到6楼的外墙和空调外机位上。这将是所有试图顺着外墙爬上来的暴徒的噩梦。滑腻的油脂加碎玻璃，再加上锋利的刀片，等待他们的只有皮开肉绽和摔下高楼的下场。除了防御，我还得考虑退路，因为任何堡垒都有可能失守。2套高层缓降器，10颗防毒面具，还有10几罐干粉灭火器，就是我最后的生命线。而这些灭火器还灭不掉的火，只能7楼大结局了。11点，我到了户外用品店，虽然家里已经有3台广告商送的户外电源，但那还不够，又拿下了6台，每台2度电。这就是一共18度电的独立电力矩阵，配合那8块400瓦的折叠太阳能板，只要天上还有太阳，我就能驱动监控电脑还有无人机。这些花了我8万7，还有全套的单兵战术装备，但我连眼睛都没眨一下，因为我知道，在那个漆黑的未来，这12度电就是现代文明最后的火种。离开商场，我把车开进了一条阴暗的死胡同。那个医药代表早就等在那儿了，这次我没有掏手机，而是从内兜里摸出了1根20克的小金条。对方贪婪地用牙咬了一下确认真伪，而那个黑色的密封箱里是近铅和阿莫阿林和沙欣和各种处方药、抗生素，还有100来瓶复合维生素。在吃不到新鲜蔬菜的日子里，这是防止败血症的唯一解药。抗生素是末世的黄金，而黄金暂时还是黄金。中午12点16分，空气里的焦躁感让人窒息，防空警报毫无征兆地响，仿佛在提醒我，留给我的时间不多了。肾上腺素正在强制接管我的身体，我没时间恐慌。2辆卡车已经按计划停在了楼下，这不仅仅是路障，这是我在失去开始前为自己抢出来的最后一段安全时间。这时候不需要废话，钱就是最强的兴奋剂。我不需要他们的手艺，我只需要他们的蛮力。趁着钞票还没有变成废纸之前，我要用这堆即将过期的纸片彻底榨干他们最后的购买力。18磅大锤狠狠砸向隔壁602的墙壁。那套房子我早早就租下来了，现在我把这2套房子彻底打通。普通的红砖墙太脆了，根本挂不住重型金孔，所以我上了10号槽钢，扣在墙体2侧，用 M20 的螺杆直接对冲锁死。现在这扇门不再是挂在墙上，而是长在了一套独立的钢骨架里。作为一个普通人，这已是极限。光有硬度还不够，还得有缓冲层，内墙织锦挂网，再用真空米砖紧贴着墙壁，码成50公分的厚度，既能吸收外部撞击的能量，也是我的备用粮仓。至于武器，这种距离下，复合弓比火器好用，没有枪声就不容易引来狮群。沉默才是最高的生存法则。数百个纸箱正在被工人们蚂蚁搬家一样运上6楼，箱子上贴着精密仪器和吸音材料的标签，其实那是食物、医疗用品和燃油。
在这个即将崩坏的世界里，真相往往比谎言更危险。下午4点半，高强度的劳动让工人们的动作慢了下来。就在这时，地面突然传来一阵不易察觉的震动，紧接着是一声沉闷的爆炸，倒像是某种被引爆的声音。手机里是同城群里转发的一段视频，是医院的急诊大厅里，满脸是血的保安像野兽一样撕咬护士。突然屏幕一闪，视频一伸出，看来就快盖不住了。我收起手机，强压下狂跳的心脏。工人们正在搬运最后一趟物资。此时的602已经不再是一间公寓，而是一个塞满了物资的巨型保险柜。泥瓦工正在砌最后的几块红砖，等这面墙干透，602就彻底从这栋楼的户型图上消失了。外面的警笛声已经连成了一片海浪。我转身走进唯一的安全区，这一刻起，世界被我分成了2半，门外是地狱，门里是我一个人的诺亚方舟。锁死钢门的那一刻，我整个人直接虚脱了，但这不仅仅是累，更是一种极度安全后的报复性疲惫。直到打开监控，我才看清外面的世界变成了什么样。国家机器正在做最后的火力压制，但我关注的只有电脑上的核心数据。暗网情报也确认了，窗外的惨叫比预想的来得更快。在这片黑暗里，谁是猎物，谁是猎人，游戏才刚刚开始。我试图告诉自己，我是一个冷静的猎人，但这只是一种拙劣的自我催眠。地板传来低频轰鸣，这种震动不是地震，那是几百万人的城市在死亡前发出的剧烈痉挛。我掀开遮光帘的一角，只看了一眼，我建立起来的廉价自信就彻底碎了。圣朗家的夜空已经被烧成了血红色。1个小时前，我还以为这只是一场苟住就能赢的游戏，但当全城的惨叫声同时响起，我才意识到自己的傲慢有多可笑。工作室的冷光是唯一的安全感，屏幕上的直播窗口正在一个接一个的变成雪花屏。这里是圣朗家的老城区，每平方公里5万人口，现在这里变成了效率最高的绞肉机。看着那扇被撞烂的门，这种撞击力度完全违背了人类肌肉的物理极限。他们不是电影里那些慢吞吞的尸体，只有瞬间的破门而入。屏幕边缘的那双腿剧烈的蹬踏了几下，然后像是断了线的木偶突然就不动了。紧接着，一滩黑红色的血缓缓流过地板的缝隙，我甚至觉得那股铁锈味已经顺着网线飘进了我的鼻腔。普通的防盗门像纸糊的一样，但我这扇焊死的钢铁门又能撑多久？信号断了，房间里只剩下我粗重的呼吸声。这种等待审判的感觉比死亡本身还要折磨。我瘫在沙发上，死死盯着天花板，直到头顶的灰尘再次震落。这一次震感比之前更强烈，甚至带着引擎的轰鸣声。他们来了，不管是救援还是毁灭，他们都来了。午夜0点，真正的战争降临了。长焦镜头里，发霉菌的装甲车队正在狭窄的双车道上强行推进。他们是驻扎在特区的维和部队，装备精良，火力充沛。但在这种老城区的迷宫里，重型装甲车就像是一头被困在胡同里的大象，根本施展不开。射击界受限，机动性归零。这不再是移动堡垒，这只是移动的铁棺材。我看到了那个机枪手，就在那一秒，他犯了致命的错误。严苛的 ROE 交战规则锁死了他的扳机。他以为那只是一个正在逃跑的平民，还在喊着后退。但在零距离的接触战里，犹豫就是死亡。那个粉色的身影像炮弹一样砸了上去，瞬间撕开了防线。这武器确实能碾压碳基生物，但在绝对的数量、绝对的速度和不知疼痛的怪物面前，枪就是一根烧火棍。凌晨0点15分，几枚镁光照明弹带着尖叫升上夜空，大概是想震慑敌人，但当时他们显然不知这些怪物的习性。我看到了极其恐怖的一幕，那些被强光照到的怪物并没有恐惧后退，反而表现出了极度的狂躁。原本混乱的狮群突然统一了动作，几万个喉咙同时发出的嘶吼，引发了低频的物理共振，桌上的水瓶疯狂跳动。这栋老楼像是快要散架了一样。看来光线对于他们并不是威慑，而是一种无法忍受的挑衅。为了看清战况，我冒险放出了无人机。无人机传回的画面颠覆了我的认知。从200米的高空看下去，那不再是生物学的范畴，那是流体力学。黑色的尸潮像洪水一样疯狂地扑向那些发光的装甲车。在圣朗家这种老城区，装甲车根本没有回旋的余地，瞬间就被黑色的浪潮淹没。加特林机枪的火舌在疯狂扫射，夜光弹把夜空都切碎了。但在这种密度的尸潮面前，子弹就像是打进了泥潭里，前面的倒下，后面的踩着尸体做成的肉梯，继续往上爬，像洪水一样，瞬间淹没了发光的装甲车，盖住了最后的炮塔。一辆装甲车试图强行突围，引擎在轰鸣，车轮在空转，但周围全是粘稠的血肉，它被彻底卡死了。那架黑鹰直升机不知为何在低空飞行，这成了他最后的绝唱。就在他压低高度的瞬间，几只怪物反物理般的起跳，死死抓住了起落架，紧接着是几十只上百只。直升机试图拉起，引擎在咆哮，但挂在上面的重量实在太大，被无数只手硬生生拽了下来。那一刻，机械输给了原始的能力，一团橘红色的火球在我的瞳孔里狠狠炸开，信号丢失，无人机也没了。外面的枪炮声还在响，我靠在冰冷的墙壁上，心脏还在狂跳，连那种级别的重火力都输了。那我手里的这把弓跟烧火棍有什么区别？一种前所未有的无力感像潮水一样淹没了我。凌晨4点，死一样的寂静重新笼罩了特区，但这才是真正的恐怖时刻。监控屏幕里，对面4楼的窗户突然亮起了灯，那是张一江。在那片漆黑的死城里，这盏灯亮得像是在自杀。
他犯了末世生存的第一大忌，在黑暗森林里点燃了火把，楼下的尸群瞬间成长单元，那种被几百双死人眼睛盯着的感觉，让人头皮发麻。几秒钟后，灯灭了，只有一滩黑色的血缓缓流过窗户玻璃。他死了，但他把灾难带进了这个楼。我切回楼道监控，绿色的夜视画面里，原本死寂的栅栏门，无数只手伸过栅栏，疯狂抓挠。威胁已经不在外面了，他们就在我的门外。清晨6点，黎明来了，第一缕阳光像刀一样切过街道。我本以为这是救赎，但我错了。阳光照在他们身上冒起了白烟。为了躲避这种致命的灼烧，这些怪物开始疯狂寻找阴影。无数黑影像受惊的蟑螂群一样四散奔逃，有的挤进了地下车库，有的钻进了下水道。而我附近唯一的深层问题，就是这栋单元门已经被撞开的红砖门。我意识到不对劲，立刻打开了外部的监控。他们正在填满这栋楼的每一个缝隙，脚下的地板传来密集的震动，他们互相踩踏，争先恐后的把这里当成了巨大的巢穴。恐慌让我本能的想要向外求救，哪怕只是看一眼新闻也好。我颤抖着掏出手机，信号格从微弱的一格直接跳成了灰色的叉，信息链彻底断了。突然后背一阵发凉，直觉告诉我不对劲。我凑到观察孔，果然看到了一个穿西装的家伙。他没有像其他同类那样疯狂逃窜，而是顶着太阳硬生生地停在了原地。阳光在灼烧他的皮肤，冒起了一阵阵白烟。那双灰白的眼睛精准地锁定了我的位置，他的鼻子剧烈耸动，他好像闻到我了。爆发后的第3个清晨，空气通透的可怕，阳光毫无阴霾地洒在废墟之上。这种普鲁士蓝的天空，美得像是一种恶毒的讽刺。我窝在沙发里吃着零食，旁边是堆积如山的高热量垃圾食品。这种物资过剩的画面，在这个地狱里显得格格不入。远处那种极有韵律的工业噪音再次打破了早晨的宁静，那不是混乱的枪炮声，那是经过精密计算的清理作业。长焦镜头推上去的瞬间，我看到了极其震撼的一幕：圣朗家的每一栋大楼都变成了一座彩色的墓碑，那些窗户挂着床单和横幅，红色的油漆像血一样流淌，上面写着 SOS。几公里外那些像素大小的人影正在拼命挥舞红旗。我终于明白军队为什么迟迟不轰炸市区了，那是因为这里竖起了一道由几百万活人组成的叹息之墙，也是他们向世界发出的最后的呐喊。直升机低空掠过天际线，它没有挂载导弹，而是挂着一个巨大的蜂巢种装置 LED 长距离扬声器，那种指甲刮过黑板一样的电子脉冲噪音让我也忍不住捂住了耳朵。但对于那些怪物来说，这就是魔笛的召唤。原本躲在阴影里的狮群瞬间躁动，从各个角落涌出，汇聚成一条黑色的河流，死死追逐着天空中的直升机。而那直升机就像一只牧羊犬，把成千上万只丧尸引向了预设的屠宰场。紧接着，海岸线方向腾起了巨大的烟尘柱，每一声极有韵律的重炮轰鸣都会像铲垃圾一样清理掉一大块黑色的石榴。军队从第一晚的慌乱中醒悟了，他们启动了牧羊犬计划，利用声音做诱饵，把怪物引到开阔地，然后批量销毁。这很高效，但也极其冷酷，因为这意味着他们不会再进入复杂的居民区救人了。我们已经被划在了清理区之外。中午11点半，头顶的吸顶灯闪烁了2下，彻底熄灭。我坐在椅子上一动不动，甚至没有感到意外。几秒钟后，桌底下的电源组发出低的长鸣，备用电源启动，剩余电量98%。在这个黑暗的世界里，电力就是最大的特权。过了一会儿，手机屏幕突然亮起，2栋业主群的消息框炸了。99家的未读信息，没有一张尸变的照片，全是歇斯底里的试探。有人在哭诉断水断电，有人在高价求药，而那个住在402的王叔直接艾特了我，他说看我搬了物资，让我拿出来分一点。看着这些文字，我只觉得好笑。他们现在根本没饿到极限，这种道德绑架不是求生，而是吃大户的本能，而沉默是唯一的解。我没有回复，在这种时候，任何形式的交流都是暴露。他们不是恶，他们只是坏。下午5点半，那个不知疲倦的访客还在抓门。我戴上战术手套，套上了绒布。这不是简单的射击练习，这是一场哪怕咳嗽一声都会惊醒整栋楼怪物的外科手术。6楼平台，那个家伙就在2米开外。肌肉记忆让我瞬间完成了开弓，滑轮翻转，弓前紧绷，3棱箭头精准地刺入左胸，贯穿心脏。而他只是后退了半步，我迅速抽出第3支箭。这一次红点锁定了眉心，一声湿润的闷响，利箭贯穿颅骨。他像是被切断电源的机器，瞬间瘫软，倒在地上，再无声息。随着厚重的金库门哐的一声再次锁死，我把自己和那个疯狂的世界重新隔绝开来。黄昏6点，本应是美丽的魔幻时刻，但现在穿过观察口缝隙的不是唯美的落日，而是像血一样粘稠的黄昏。收音机还在不知疲倦地重复着那些话，请幸存者保持静默，等待救援。地面传来了微微的震动，不是炮击，是引擎的轰鸣。我看到了一支由几辆悍马组成的小型车队，正在空旷的主干道上亡命疾驰。就在这时，有一个人像看见救世主一样冲到了路中间，试图逼停这支象征着希望的车队，但车队没有丝毫停顿，呼啸而过，只留给他一排逐渐远去的红色雾灯。他依然死死地定在路中间。2秒钟后，紧追不舍的黑色尸潮瞬间淹没了那个绝望的身影，甚至连一声惨叫都没来得及传上来。我面无表情，心里也没有任何波澜。可能他们只是在执行所谓最理性的止损策略，
我们已经被划在了文明世界之外。看着架子上那些悠悠发光的满电电源，这种沉默的富足才是唯一的救赎。晚上8点，天彻底黑了。6楼的栅栏门外，那个被我射穿眉心的家伙就静静地躺在那儿，没有狰狞。但这份宁静没持续多久，楼梯间里传来了拖沓的脚步声，几个新访客出现了。乍一看就像是一群加班太晚累坏了的邻居，紧接着他们瞬间围了上去，密不透风。他们背对着镜头，彻底挡住了地上的尸体。他们在进食。我突然意识到，我犯了一个错误。我以为我是在清理门户，其实是在给他们开饭。7天过去了，那个西装男的尸体已经不见了，只留下一滩黑褐色的血斑，干涸、皲裂，像极了诅咒的图腾，无声地审视着每一个路过这里的死人。就连苍蝇都懒得在那儿停留太久。窗外的天空压抑得让人窒息，台风就要来了。铅灰色的云层死死压在城市废墟上，这座死城即将迎来它的第一场洗礼。但在一墙之隔的室内却是另一番景象，蓝色的丁烷火苗在黑暗中跳动，铸铁锅里翻滚着红色的岩浆，这是末世里最违和的色彩。午餐肉、脆皮肠还有正在融化的芝士，这些在和平年代被称为垃圾食品的东西，现在是维持理智的唯一解药。整座城市都在发霉，只有这锅汤是鲜活的，蒸汽升腾，模糊了那些冰冷的物资箱，也模糊了道德和秩序的边界。每一次的咀嚼都是一种极度奢侈的犯罪，也是对外面那个死神最大的嘲弄。直到一种奇怪的声音钻进了我的耳朵，那不是自然的噪音，那是某种东西正在试图钻进我的堡垒。我放下碗筷，走进工作室，再次看到还是会让人头皮发麻。1楼的走廊里还是挤满了数以百计的怪物，为了躲避正午的紫外线，他们像沙丁鱼罐头一样塞满了每一寸空间，低垂着头，双手下垂，一动不动。他们在深度休眠，就像是一群地铁里被睡着的上班族，但这死一般的静止之下，压抑着随时会爆发的毁灭性力量。但对于我来说，这是最完美的生物地雷阵。画面切回5楼，果然抓到了。3个鬼鬼祟祟的身影出现在我的栅栏门外，是住在这栋楼的几个邻居。为了不惊动楼下的雷区，他们的脚上缠着厚厚的棉布，像做贼一样小心翼翼。那个微胖的男人正在往我的门上滴着某种液体，冒起了白烟，那就应该是强酸或者是高浓度的清洁剂。他们想把锁芯悄悄融掉。而那个瘦高个手里拿着钢锯，他很聪明，趁着窗外狂风呼啸的时候才敢拉动锯条，风停锯停，试图悄无声息地筑穿我的钢铁防线。他们就像是一群阴暗角落里的白蚁。切到外墙，竟还有一位选手，他就像一只断了腿的甲虫，死死吸在红砖墙的雨水管上。10几米的高空，风大的连镜头都在抖。他看起来摇摇欲坠，隔着屏幕我都能闻到他身上那股急切的馊味。他死死盯着我的空调外机支架，眼神里全是贪婪。他出手了，很果断，然后像一块被随手丢弃的破布。这个噪音算是支付了入场券。楼下那些饥饿的观众该入场了。我没有愤怒，甚至有点想笑。楼下的深渊里瞬间传来了无数声恶鬼的咆哮，密密麻麻的脚步声顺着楼梯间往上涌，每一层楼板都在震动。他们想跑，又想转身拍我的门求救，在生死关头犹豫不决。我觉得有必要帮他们一把。我没有去拿弓箭，而是轻轻按下了那个按钮，刺耳的高频警报瞬间在楼道里炸响。这是开饭的冲锋号，这声音成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他们连滚带爬的逃回5楼，砰的一声关死了自家的大门。看着屏幕里空荡荡的走廊和地上那把遗落的钢锯，我松开了手指。有时候噪音比剑好用。楼下的叫声已经被滚滚雷声彻底掩盖了。真正的风暴来了。现在的世界是一片混沌，而这正是我清理门户的绝佳时机。手里这几个加厚黑色垃圾袋装的是这几天积攒的猫砂和污秽之物。趁着闪电撕裂天空的那一秒，我把它们狠狠甩进了深渊。暴雨瞬间吞噬了一切。这场毁天灭地的天灾，此刻却是我最好的清道夫。回到房间，拧开雨水收集系统的红色阀门，冰凉的积雨顺着头顶激流而下。水流冲刷过皮肤，带走的不仅仅是这一周的烟尘和汗水，还有刚才沾染在眼底的那一层死亡的阴霾。换上干爽的速干衣，整个人陷进柔软的米色沙发里，手里的热茶蒸腾起白气，听着窗外狂暴的风雨声。这种墙内是天堂，墙外是地狱的反差，给我带来了一种近乎奢侈的安全感，让人上瘾，甚至让我产生了一种错觉，以为只要我不出去，灾难就永远进不来。直到我不经意地瞥了一眼设备柜，太阳能控制器的屏幕上亮着刺眼的红光，输入功率零电池，电压11.8伏，数字正在疯狂闪烁，灯也突然暗了下去。窗外是漫长的雨季，而屋里的光即将熄灭。这雨已经下了整整1周，时间在这个黑盒子里彻底失去了意义。我的世界只剩下眼前这几平米的黑暗。为了隔绝外面越来越浓烈的尸臭，我亲手把这里改成了一口不透气的棺材，而那只时钟已经走了不知道多少遍。我也在这里像尸体一样躺了整整7天。太阳能控制器早就灭了，没有电，新风系统也彻底停摆。即便裹着最后的羽绒服，骨头缝里还是透着寒气。我的手情不自禁地伸向了瓦斯炉的开关，那一刻我真的很想点火，哪怕只是为了喝一口热汤，但我不敢。在没有通风的密闭室里，要么一氧化碳把我带走，要么午餐肉的香气把门外那群恶风的邻居引进来。我缩回了手，
拿起那罐冰冷的午餐肉，表面已经结了一层厚厚的猪油，勺子挖下去的手感像是在挖蜡烛。我把它塞进嘴里，冰冷的油脂糊在上颚，那股腥腻的味道让人想吐。我重新把自己埋进黑暗里，在这个没有电、没有光、也没有希望的盒子里，一点一点熬干这漫长的绝望。就这么过去了几天后，一道锐利如激光的阳光猛地刺穿了这口棺材，死寂了一周的灰尘在光柱里疯狂地跳舞。紧接着是一声清脆的电子长鸣，那是这座堡垒复活的心跳。MPPT 的屏幕绿灯狂闪，输入功率飙升到了860瓦，但我没空欢呼。第一件事是冲向新风系统，楼下那些被洪水泡烂的尸体发酵出的尸氨和硫化氢，普通的滤网根本挡不住。只有这10公斤重的工业级活性炭才能把空气给吸干净。嗡的一声，扇叶转动，那是肺叶扩张的声音。停滞了一周的死气终于开始流动，确认通风恢复，我立刻接水通电。这只折叠水壶功率600瓦，而此刻的太阳能输入是860，这意味着我不仅能喝上热水，还有多余的电量给大部分设备回血。无人机、相机、暖宝宝，看着排插上一片闪烁的绿色指示灯，那种掌控一切的安全感瞬间拉满。片刻后，我把自己扔回沙发里，腿上盖着正在发热的电热毯，手里捧着一杯滚烫的咖啡，热蒸汽扑在脸上，混合着久违的焦香，还有那新风机发出的白噪音，简直比交响乐还动听。在这个地狱般的早晨，这几百瓦的电流让我重新做回了文明。但没过多久，杯子里的深褐色液体突然泛起了一圈圈剧烈的涟漪，紧接着墙壁上的隔音棉开始跟着共振。这不是雷声，这是比天灾更具压迫感的工业轰鸣。我放下杯子，一把抓起那600毫米大炮，透过电子取景器，我捕捉到了那个制造噪音的降落。一架灰黑色的 C295 运输机正贴着城市的头皮呼啸而过，机腹打开，好几个带有降落伞的木箱被扔下，鲜艳的橙色降落伞在空中猛然绽放，挂着印有 AID 字样的补给箱摇摇晃晃地飘了下来，或是人道救援，亦或是某种测试。这一幕看起来充满了希望，又像极了一场精心编排的政治表演。手指转动变焦环，远处的空间被极度压缩，其中一个箱子重重地砸在了2个街区外的十字路口中央，那里是柏油马路的正中心，没有任何建筑物遮挡。透过镜头，我能看到极热环境让空气都产生了诡异的扭曲，几十个衣衫褴褛的幸存者在积水坑里互相推搡。突然，画面的边缘涌入了一片灰白的潮水，那些长期躲在阴影里的怪物冲进了烈日之下，强烈的紫外线让他们灰白的皮肤瞬间冒起了青灰色的烟雾，但这种剧烈的灼烧也挡不住狂暴的病毒。痛觉神经好似已经被彻底切断，他们顶着全身升腾的烟雾发出无声的嘶吼，疯狂地扑向那群鲜活的血肉。黑色的尸潮瞬间将它淹没，滚滚浓烟遮蔽了所有的血腥，只剩下无数扭曲的黑色剪影在美丽的橙色里挣扎。电机的高频嗡嗡声带着我的眼睛飞到了街区的上空，那辆公交车已然成了一座死亡的孤岛，数不清的丧尸不知疲倦不知疼痛地向上挤压，前面的倒下，后面的踩着尸体往上爬。仅仅几秒钟，那身影便消失在丧尸的包围中，就像是一粒灰尘掉进了泥土。我面无表情地推高了油门摇杆，无人机拉升高度，镜头抬起，望向城市的尽头。在地平线上，原本通畅的高速公路出口被一道令人绝望的屏障切断了，那是由无数红蓝白三色的海运集装箱交错堆叠而成的多层高墙，集装箱上那行白色的喷漆触目惊心，隔离区禁止入内。而在墙体和城市建筑之间，是一片被人为推平的死亡缓冲带，上面随机排列着数不清的风干尸体。而在墙的那一头，排列整齐的装甲车和防空机炮正冷冷地指着天空，也指着我们。那是文明世界的边界，也是冷酷的枪口。他们把集装箱垒成了墙，没有救援，没有撤离。电量耗尽的警告在屏幕中央疯狂闪烁。无人机正准备自动返航，镜头扫过对面那栋圣朗加金融中心，巨大的深蓝色玻璃幕墙像镜子一样完美反射着蓝天白云，直到一个不该存在的阴影闯进了画面。那不是云的倒影，它趴在垂直光滑的玻璃上，没有坠落，而是在吸附。镜头拉近，那是一具极度异化的人形，皮质率几乎为0，像是一层灰白的单纸紧紧包在骨头上。他的四肢发生了病态的拉伸，像一只人形蜘蛛，指关节粗大变形。突然，他没有转身，而是脖子发出咔的一声脆响，头颅猛地向后转过来。这一刻，我感觉他看的不是无人机，那道冰冷贪婪且带有智慧的目光，仿佛顺着无线电信号直接穿透了屏幕，锁定了躲在阴影里的我。我下意识地看向那扇被封死的窗户和通向楼顶的雨水管。以前这根管子能爬人，那对于这种东西来说如履平地。整整30天，我把这间工作室筑成了一座堆满空罐头的牢房。镜子里那个胡子拉碴、眼窝深陷的男人，看起来比外面的死人也好不到哪儿去。因为我已经很久没有深度睡眠了，我不敢睡，因为天台上那个东西，它还在那儿，依然蹲在天台的水箱阴影里。半个月了，它像是一只中世纪教堂的石像鬼，虽然偶尔出去一趟，但好像把这栋楼的制高点当成了巢穴，亦或是把我当成了圈养的储备粮。直到一阵极具穿透力的金属切割声钻透了地板，那不是丧尸的抓挠，那是工业文明的噪音。切到5楼的画面，黑暗的楼道里火花四溅，那是锂电池角磨机切割钢管的声音。几个全副武装的影子正在作业，这群暴徒终于还是闻着味找上门了。看
看他们的装备，这是一群踩着尸体活下来的职业强盗，领头的提着一把黄黑相间的锂电池液压钳，钳口张开，像鳄鱼一样咬住我的钢管栅栏。嘣的一声闷响，钢管被轻松剪断，那道栅栏门就这样被他们强行破开。随后又用切割机准备破门，但这扇加厚的槽钢防火门连漆都没怎么开。他愤怒地举起消防斧，重重地劈在正门上，但也都是徒劳，门纹丝不动。他们试图撬锁撞击，但还是没用。他显然失去了耐心，摘下头盔，露出了一张满是横肉的脸，汗水顺着那道凶狠的刀疤往下流，眼神里全是杀过人的戾气。他从背包里掏出了几个玻璃瓶，里面装着的应该是汽油。他们不是来讨饭的，而是来屠戮的。那扇门能挡住切割机，但挡不住烟熏火燎的火攻。他们想用火把我逼出来。抬头是那只进化的死神，脚下是一群拿着重型工具的暴徒。我被死死地夹在了中间。很好，既然上面的不肯走，下面的非要进，那不如我就做一个顺水人情，给他们牵个线，搭个桥。我的手伸向了复合弓，犹豫了1秒，最终还是收了回来。对付这群老鼠，用剑太浪费了。我找到一个黑色的小方块，这是一个高分贝防狼报警器，背面被我贴了一块女铁旁强力磁铁。这种磁铁的吸附力足以让它像藤壶一样死死咬住任何铁器。移开观测孔的亚克力板，狂风瞬间涌入，夹杂着楼下汽油燃烧的刺鼻气味。我看不到正下方的盲区，但我知道它在哪。不需要用力，冲力会接管一切。就在经过5楼空调外机的瞬间，啪的一声，清脆的吸附在了5楼的空调外机上。紧接着，130分贝的尖锐风鸣就在暴徒的头顶炸响。这声音不仅吓到了人，也吵醒了头顶的死神。噪音对他来说就是挑衅。楼顶阴影里那双全黑的眼睛瞬间睁开，他像一道灰色的闪电，四肢抓着红砖，头朝下倒挂着垂直俯冲，修长的四肢像液压钳一样，瞬间锁住了暴徒的肩膀。2个人纠缠在一起坠向深渊。半空中那个没来得及丢出去的燃烧瓶，连同打火机砸碎在了暴徒自己的身上。楼下的火光里，那个怪物毫发无损，还在疯狂地撕扯着燃烧的身体。这一幕彻底击碎了楼上那3个人的心理防线，他们丢盔弃甲，连滚带爬地冲下了楼梯，哪怕前面是丧尸群，也比面对这种怪物要强得多。楼下传来的每一声骨头碎裂的闷响，都像是敲在我的天灵盖上。这场战斗我赢了，但我似乎并没有什么感觉。而那团浸湿完毕的黑影，终于褪去了令人窒息的狂躁。吃饱喝足的他，不再像刚才那样迅猛，他修长的四肢抓着外墙的红砖，动作变得缓慢而慵懒，就像是一条刚刚吞下整只猎物的巨蟒，正拖着沉重的身躯顺着红砖墙缓缓爬了上来，直到他停在6楼的窗外，缓缓转过头，那双浑浊的全黑眼睛死死盯着监控摄像头。这种眼神让我发毛。他记住了这个窗口，也记住了我。他好像在说谢谢款待，下一顿是什么？看着那张一件未发的复合弓和那块还有一半电量的电池组，我拥有这座城市里最令人羡慕的资源，但此刻却觉得无比讽刺。这些东西并没有给我带来安全感，反而像是一道道镀金的栏杆，把我死死地困在了这个笼子里。那3个侥幸逃脱的暴徒停在了街角，死死地盯着我的方向。虽然看不清他们的脸，但我能感受到那张沾满黑灰的脸上写满了不死不休的怨毒。那不是劫后余生的庆幸，那是恶鬼索命的预告。前有进化怪物守株待兔，后有武装暴徒不死不休。这座安全屋已经不再安全了，它成了一块巨大的磁体，正在吸引着所有的恶意。这场仗我赢了战术，却输了战略。这个我花了无数心血精心打造的钢铁堡垒，现在已经变成了一口封死的棺材。我看向桌上的地图，虽然外面是地狱，但留在这里就是等死。我知道是时候该离开这里了。爆发后的第30天深夜，空气里弥漫着一种暴风雨前特有的低气压。我知道他们会回来，那群暴徒绝不会轻易松口，但我没想到这么快，还有这份回礼，会有这么重。轰的一声巨响，整栋楼都在颤抖，墙上的隔音棉被震得簌簌掉灰。切换到高位视角，楼下单元门门口，一辆废弃的轿车做成的炸弹被引爆，在漆黑的夜里疯狂燃烧。但这不仅仅是爆炸，这是信号。那几个暴徒提着白色的汽油桶，砸碎了1楼的玻璃，把整桶的燃料泼进了楼道。紧接着是一枚燃烧瓶，火焰瞬间顺着楼梯井疯狂地直冲顶层。噪音和光就是最强的召集力，爆炸的语音还在回荡，地面的震动却变了节奏。黑暗的街道尽头，原本平静的阴影开始沸腾，涌出了数以万计的尸潮，填满了宽阔的街道，正在向着火光迅速收缩。点火的人跑了，但被声音引来的恶鬼已经把这里围成了铁桶，瞬间淹没了单元门口。此时一缕黑色的浓烟像有生命的触手滋滋地钻进了门缝，我伸出手试探了一下钢铁门，差点把手皮烫破。高温、浓烟，还有楼下那成千上万个饥饿的喉咙发出的低吼，都在告诉我同一件事：这一次守不住了。室内温度计已经跳到了42度，空气里全是硫磺和烧焦的味道。环顾四周，那些我冒着命囤下来的物资，那些堆得整整齐齐的纯净水，还有那套维持我生命的太阳能供电系统，都在用无声的语言挽留我。我的心里闪过一丝极度的不舍，但下一秒，理智斩断了一切。我一把抓起了随时待命的战术逃生包，这个时候能带走的只有硬通货、几块沉甸甸的金条、所有的抗生素和止痛药，还有那10几包能够重启文明的种子。最后，
还有窗台那盆有些发黄的仙人掌，那是这栋死楼里除我以外唯一的生命。我小心翼翼地把它放进背包，拉上拉链。这是我带走的最后一样东西。背起沉重的行囊，系紧胸口，我冲进厨房，屏住呼吸，拧开了液化气罐的阀门。丝丝的高压气体瞬间喷涌而出，液化气比空气重，它们会像无形的死水一样贴着地面迅速蔓延。我又把所有的钉完气炉的阀门破坏，让它放气。我不敢停留，大步跨过那些正在沉积的易爆气体，迅速推到了空气还算稀薄的玄关。我立起了一根粗蜡烛，这里是距离地面有1米高的安全区。橘黄色的火苗剧烈摇曳，这就是一枚液位定时炸弹，一旦淹没到玄关鞋柜的高度，就是终结。楼下的木质结构已经被烧穿，怪物的嘶吼混合着煤气的甜腥味就在我脚底盘旋。门外碎裂的声音越来越近，没时间了，我不再有任何留恋，冲向最后的出口。脚下的混凝土发出了令人牙酸的嘎吱声。我爬上天台，第一眼就看到了那根早就安装了的钢索，那是唯一的生路，但生路断了。就在钢索旁蹲着一个灰色的巨大阴影，是那只异种，它比普通丧尸更快更猛。浑浊的眼球瞬间锁住了我，8米，只有8米。我的肌肉本能地拉开了弓，但脑子很清楚，在这个距离，我的剑救不了我。他压低了身体，后腿肌肉像弹簧一样绷紧。就在他起跳的前一秒，楼下的那根蜡烛燃尽了，一道直径3米的火柱夹杂着碎砖浪瓦在我们之间喷涌而出，气浪像一只看不见的巨手，把那怪物直接掀进了深渊。他死不了，但我在乎，也没时间庆祝劫后余生。障碍被清除了，天台也已经被炸穿了，眼前只剩下一个还在冒烟的大洞和那个摇摇欲坠的钢架。我不记得自己是怎么冲过去的，只听见咔嚓一声，那原本冰冷的金属扣合声在此刻比任何声音都动听。脚下的混凝土边缘因为高温变得像酥饼一样脆弱，不断有碎石滚落下去。20米的深渊之下不是地面，而是数以万计的丧尸，他们在等我掉下去，我也在等自己跳下去。没有什么比信仰一跃更难。我不再犹豫，双腿蹬地，我的身体悬在20米的高空，脚下是无数双伸向天空的灰白手臂，风声、吼叫声，还有那一瞬间的失重感。这短短的11秒钟，比我活过的任何时候都要漫长。身后是正在燃烧的诺亚方舟，身前是无尽的黑暗废墟。那栋红砖楼终于低下了头，顶层结构像积木一样崩塌。我的家，我的屋子，我那一整套太阳能板，在那一瞬间全部坠入了尸海。从外置楼梯下去，万幸路上的丧尸都被爆炸吸引过去了。我顺利进入了那个事先准备好的车库，空气里全是霉味和尘土的味道。手电筒的光柱在飞舞的灰尘里照射，那辆早就改装好的钢铁怪兽，它还在，没有被偷走。掀开沉重的引擎盖，他的心脏停跳太久了。现在我要给他做心肺复苏，拿出应急启动电源。鳄鱼夹分别咬住正负极，一丝电火花闪过，那是神经接通的信号。滴的一声，红灯变绿，能量注入了这颗冰冷的心脏。我检查了下后座和后备箱里那些塞得满满的燃料，按下启动键，柴油引擎在短暂的迟疑后，仪表盘被点亮，指针疯狂跳动，那是满油的信号。整辆车都在剧烈震动，排气管喷出的黑烟吹散了积灰，2道刺眼的大灯瞬间撕裂了黑暗。我们该走了。挂档，油门焊死，卷帘门像纸一样被撕得破碎。我们冲进了黎明前的战场，悬挂系统发出了痛苦的哀鸣，轮胎下全是碎玻璃和骨头的脆响。每一次撞击都让我觉得车身要散架了，但我不能松脚，必须在尸潮合围之前把这台钢铁野兽的速度拉到极限。远处的地平线上出现了一道巨大的阴影，是特区的隔离墙。那几道惨白的探照灯像死神的镰刀，正在荒野上疯狂扫视。我没有减速，而是将大灯熄灭，整辆车瞬间融化在黎明前的蓝色里。凭着记忆猛打方向，车头一头扎进了干涸的排水渠，两侧的高墙遮住了致命的灯光。再回头时，那个曾经温暖的601终于彻底熄灭了。不知道开了多久，第一缕阳光刺破了云层，给这辆满是血污的战车镀上了一层金边。降下车窗，海风灌了进来，没有腐臭，只有自由的咸味。副驾驶那盆跟我一起逃出来的仙人掌，虽然挂满灰尘，但它的刺在阳光下依然挺拔，在这个荒芜的世界上顽强的扎根。我打开了收音机，本来只是想听点白噪音，但突然一个断断续续的人声穿透了孤独。幸存者联盟，坐标104。不论那是真相还是谎言，至少我有了方向。我是沉默。我用满屋的物资换来了这个黎明，在这个崩坏的世界里，我也没能拯救谁，我只是拼尽全力让自己没有变成他们。而生存从来就不是一个结果，是一个过程。只要活着，哪里都是新的堡垒。做完了，我们的旅途才刚刚开始。